以平民为肉盾赴黄岩岛碰瓷，配合美国在舆论场卖惨，菲律宾南海作秀又出新花样。美菲反复制造南海乱象，中方如何强有力反制？李显龙今日交棒黄循财，新加坡政坛迎第4代掌舵人，挖掘经济潜能，巩固东南亚龙头，力挺中立外交。黄循财时代的新加坡会有哪些变与不变？今晚正在播出。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我是于飞。首先进入关键时刻，当地时间的5月14号，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双方围绕人工智能的科技风险、全球治理等问题，深入、专业、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中方强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有益、安全、公平。中方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中方还就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限制打压表明了严正立场。舆论也关注到，人工智能是中美近年来在尖端技术上广泛竞争的一个领域。这次的对话也表明，双方都在认真对待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展开合作。随着赖清德即将就职台湾地区领导人，有分析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台独风险继续走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对台独分子，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绝不听之任之。国家将会适时出台惩治台独的法律措施。对于那些涉毒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顽固分子，国家将出台法律措施，依法严厉打击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分子，绝非台湾同胞。国家移民局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在中国沿海省份全面实施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政策。即日起，乘坐邮轮来华并经由境内旅行社组织接待的外国旅游团，可以通过邮轮口岸免签入境，停留15天。旅游团需随同一邮轮前往下一港，直至邮轮出境。活动范围包括了天津、上海、青岛、三亚等地的13个邮轮口岸。同时呢，为了支持邮轮经济的发展，同步将大连、连云港、温州、舟山、广州、深圳、北海等地7个邮轮口岸新增为54国人员过境免签政策的适用口岸，以方便外籍旅客从上述口岸中转离境。进入焦点对话。今天，5艘商业渔船上约200名平民从菲律宾驶向黄岩岛周围海域。相关组织表示，此次航行的目的是维护他们对所谓有争议水域的权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表示，若菲方滥用中方善意，中方将依法维权反制。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2016年就菲律宾少量小型渔船在黄岩岛附近海域正常捕鱼活动作出善意的安排，同时依法对非渔民相关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如果菲方滥用中方的善意，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管辖权，中方将依法维权反制，相关责任和后果完全由菲方承担。这次非法冲闯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行为，号称由菲律宾民间组织召集，但如果深挖该组织的背景，就会发现这场所谓的民间活动并不简单。菲律宾星报13号报道称，一个名为“这是我们的”菲律宾民间组织策划了该活动，参与活动的一共约200人。这些人将乘坐100余艘渔船从菲律宾北部渔港出发，冲闯黄岩岛附近海域，并在这些海域投放一些充满挑衅意味标语的浮标装置。活动从14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17号。这并非是该组织第一次在南海挑衅，去年他们就曾纠集40艘船只前往仁爱礁附近。而非但该组织的历次活动都有菲律宾军方船只人员在场，
该组织的实际牵头人拉斐拉·大卫，同时也是菲律宾公民行动党主席。该政党在非政坛虽然规模较小，但近些年一直在利用非国内的各种政治议题刷存在感。此外，这是我们的联盟的历次海上侵权活动涉及非军方的兵力调动和大量的后勤补给，这种支持究竟从何而来？去年12月，菲律宾曾有媒体报道指出，该组织的背后很可能是美国人。文章称，美国在中国南海推出了一个名为“妙手”的战略计划。该计划此前的主要应用案例是利用各国媒体和社交媒体大肆抹黑中国海警在南海的维权执法行动，鼓动南海域内相关国家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强硬。结合美军的战略和相关活动的表现来看，这是我们的联盟很可能是美国和菲律宾合力支持的产物。好，相关的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张教授，欢迎您。同时呢，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贺先清也在线参与我们的访谈。贺先生，第一个问题想跟您交流一下啊，组织所谓民间人士冲闯我南海岛礁附近的海域，其实菲律宾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啊。从这次活动的规模包括内容上来看，您觉得和以往对比有些什么不同的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另外，屡屡出现这种菲方在争议海域作秀的深层次目的原因又是什么？我想这一次呢有3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个是声势浩大，然后我们都知道现在他派遣的是5艘商业渔船，然后有200多人参与，然后持续时间上也是计划从14号到17号持续4天的时间，应该说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个是精心策划，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前准备的一些标语啊，还有海警护卫啊，这个可以看出来做了一个精心的准备。第三一个特点，我想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就是说捉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说以前美菲勾结在搞这种舆论战、认知战，但是此次呢，以前都是军方和这个海警冲在前面，但是此次是一些民间人士冲在前面，制造噱头的成分非常之大。然后它的目的呢，无非就是说刷存在感，在国际社会上博取这种舆论关注，制造一种中国以强凌弱的这样一个形象，然后呢，就是说做给美国组织看的，然后在美国那边获得更多的一些援助。对，好，谢谢贺先生的解读啊。我们问一下张教授，刚才其实贺先生说了，他这次他声称是一个民间组织，但是包括菲律宾自己的媒体也说了，这个民间组织其实背后是有美国的影子的，可能也代表了某种美国的这个战略意图。您怎么看？这个报道是有的，这种可能性其实也不能排除。因为很多国家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让民间出面。这种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弹性、灵活性。对，这个政治意涵呢相对低一点。另外呢，它也能保持它的这种主张的连续性。所以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研究的角度，不能基于可能性。至少我们还找不到比较明确的这种证据。我们还是要拿它当民间组织对待，去分析，不能当做某个第三方的代理去分析。还是实事求是的根据这个事情来对待。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针对这个菲方侵闯的行为呢，今天中国海警也是依法在黄岩岛海域开展了维权执法活动，并且对菲方船只喊话警告。菲律宾船只，我是中国海警3502舰，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依法巡航，请通报你船意图和下步动向。画面显示，有3艘中国海警船只在相关海域执法。中国海警表示，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2016年，中方就做出临时特殊安排，菲方的小型渔船可以在黄岩岛特定海域捕鱼，但不得进入西湖。菲方军警舰机和公务船机呢，不得进入到黄岩岛12海里海空域。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菲方一直都在遵守上述的约定。但马克思上台之后，菲方就多次在黄岩岛侵权挑事，自导自演了一幕幕闹剧。去年9月，菲方公务船非法进入黄岩岛附近海域挑衅滋事，还恶人先告状，宣称发现中国为所谓阻止非渔民捕鱼，在黄岩岛附近设置浮动屏障，并表示已按菲总统府指示移除浮动屏障。同年10月，菲律宾海军一艘炮艇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临近海域。
今年以来，菲方挑衅力度加剧，仅春节假期期间就多次在黄岩岛制造摩擦。先是派出数艘船只多次非法侵闯黄岩岛临界海域，遭中国海警依法外逼驱离。菲海警又倒打一耙，称其执法船只在黄岩岛周围巡逻期间，遭到4艘中国海警执法船只的所谓跟踪。当地时间2月14日，菲国会参议院还全票通过所谓海洋区域法案，将中国黄岩岛及南沙大部分岛礁纳入其所谓管辖范围。在国际舆论场，菲律宾也持续炒作中国的所谓危险行动，比如污蔑中国渔民在黄岩岛使用氰化物，虚构菲律宾渔民被中国海警人员跟踪等，甚至鼓励菲律宾渔船冲闯黄岩岛西湖，为特地邀请来的国内外媒体记者提供摆拍素材等。应对菲方的挑衅，中国海警近期的曝光率也大增。近日，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成功开展了海上救生训练，并于5月13号公布了训练的画面。这是中方首次官宣在黄岩岛海域进行常态化训练。此次训练模拟海上有人员落水，中国海警启动迅速救生流程，并展开施救的全过程。负责执行此次海上救生训练任务的穿山舰，隶属中国海警直属第3局。因为我们海警担负了海上救生的职责，开展海上训练是提高舰指挥员海上救生组织指挥能力、全舰协同配合能力，快速的响应海上渔船民意外落水等突发情况的需要。当天，黄岩岛的航拍画面也首次披露，潮起潮落间，部分礁盘时隐时现。西湖湖底有珊瑚点礁分布，在我国对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保护下，附近海域生物资源非常丰富。画面中，中国海警船训练、渔船作业等画面也相继入镜。此外，今年以来，中国海警局发言人先后5次就菲律宾非法侵闯黄岩岛发表谈话，主动发声，亮明立场。好，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请出2位专家。贺先生，我们梳理菲律宾在黄岩岛的挑衅行动有2个时间节点啊，挺值得关注的。一个就是去年的7月份，中国东盟外长会宣布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案文2读成功完成。那么几乎在同一时间，菲方就开始再度在黄岩岛这个问题上挑事儿。还有一个时间点就是今年的1月份，中菲双方呢召开了南海问题的双边磋商机制第8次会议，一致同意继续通过友好磋商、妥善管控来相关的这个分歧。那么会议结束不到2个礼拜，菲律宾的公务船就多次侵闯黄岩岛附近海域。那么从菲方选择加大挑衅的力度的这种时间点来看，您怎么分析？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用意吗？这实际上反映了菲律宾呢，它一方面既想在中国和东盟面前表演一个好邻居、好伙伴的这样一个人设，但是转头呢又通过挑衅来实现侵权扩权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他其实是利用一种时间差，先跟大家讲我要和平的方式解决南海争议问题，然后要通过这个准则磋商的方式来管控南海分歧。但是实际上他转头通过挑衅，然后制造一种舆论，把这种责任推给中方。然后这种显然是一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其实是反映了菲律宾毫无政治信誉可言的这样一种现象。我相信这个中国和东盟国家都应该能够分辨清楚这样一种情况。好，谢谢。那张教授，我们看中方这边在5月13号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是连续发了3条有关这个黄岩岛的信息，包括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的常态化训练，包括这个黄岩岛的航拍画面等等。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读？另外，在这个黄岩岛问题上，菲方不断的有这种小的事端、小的这种挑衅，我们应该怎么样有效应对？其实现在在南海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各方的谈判呢，过去几年推进还是比较顺利的。刚才你也提到进行了2读。对。但是在这种争端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越接近解决，大家斗争就越激烈。因为所有的解决都是基于这种现状，基于现实，大家都要在解决之前让这个现状对自己更加有利，所以各方都要展示出自己的实控的能力。那么我方也一样，我们也要在此之前尽可能的强化对这个黄岩岛的实控。我们公布的视频也好，包括一些图片，它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要向相关方面
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正在实控黄岩岛海域。那么以后的准则，它也是基于这种实控的状态进行解决。那么另外这也是向菲律宾和其他方面展示这是我方的力量和决心，这也是一种对潜在挑衅的一种这个威慑。那么最终解决的话，还是要双方坐在一起认真讨论了。对，但是您刚才也讲了，其实南海各方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理性的在处理这种事情，但是菲方似乎这个搅局的意味更大一些，这是为什么？一方面就是菲方感觉到有点紧迫感，因为现在实控是在中国手中，如果他什么都不做，从他的角度来讲，他有可能以后就没有借口，也没有依据，现在这个其他方面也在表态，表明要支持菲律宾。他感觉到你自己的这个后台仿佛又硬了一点。所以对于菲律宾来说，找一个强硬的后台还是更加重要一些。对，刚才张教授也说到，有关方面在菲律宾的背后表明要支持菲律宾。我们具体来看，那我们观察菲律宾这些年来在南海的挑衅行为，确实是越发的猖獗，和美国及其盟友在他背后的撑腰是有着直接关系的。5月13号，美国防务新闻网站透露，美菲借着刚刚结束的肩并肩2024演习之际，美军以实战为目的，测试了在菲新启用的3个军事基地。这3个基地中，位于巴拉望岛南部巴拉巴克岛的基地备受关注，这里紧邻中国南海，靠近菲律宾持续挑起争端的仁爱礁。参与演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称，对新基地的测试不仅加深了美菲双方的协同作战能力，还提升了快速反应能力。紧跟着肩并肩2024演习，美菲盾牌2024即将展开。在这场演习中，美陆军将在位于菲律宾吕宋岛的麦格塞塞堡军事基地设置太平洋多国联合战备中心。美陆军太平洋司令福林称，此举意在加强菲律宾本土的防御能力。除了把美国拉来给自己壮声势外，近期菲律宾持续加大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南海域外国家的军事勾连。本月初，美澳日菲4国防长在夏威夷举行会谈。会谈中，4国防长对所谓中国在南海妨碍菲律宾船只表达了所谓的严重关切，同意开展更多海上联合演习和活动。美国防长奥斯汀还称，美日澳希望向菲律宾提供协调一致的安全援助，帮助菲律宾实现其国防现代化的目标。好，我们继续来和张教授来讨论。刚才报道当中也说，美日澳要把这个菲律宾拉拢进来，要加大他们介入南海事务的这个力度。所以也想问一下，就加入了菲律宾之后，对美日澳3方介入南海来说，它可以起什么样的助力？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在南海这个当事方这个6到7个这个国家里面呢，美日澳最有可能拉拢的就是菲律宾。那么其他几方，你包括越南也好、印尼也好，它相对来讲呢，这个中性的色彩比较强。因为菲律宾它有它的地理的特性，也有它文化的特性和历史的这个特性。它历史上包括现状，它跟美国西方就比较近，所以菲律宾是这个美日澳难得的一个抓手。因为美日澳它本身不是南海的当事方，它怎么能介入呢？它一定要找一个当事方作为桥梁。所以这就是美日澳它来强化它与这个菲律宾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对，就像您说的，这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一个桥梁，也是一个抓手。那么我们再来观察菲律宾这一方菲律宾认为有美国，包括还有相关的一些盟友在背后给他撑腰。就像我们刚才报道也说的，梳理最近这些年菲律宾的一些表现是越发的猖獗。那么这个长此以往的话，您觉得这个会对整个地区和平，包括南海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总体来讲，它肯定不是个好消息，因为现在菲律宾感觉到它背后国家比较多这个美国的意愿比较强烈，它现在有9个军事基地，所以菲律宾自己的国力上升是有限的，但他的盟友的态度在上升，他感觉到自己力量在上升。那么我方其实力量也在上升，不管是海军还是海警能力都更强。这个双方的力量其实也是有一种某种意义上的这种平衡在，这种平衡向高位走，它会带来一种风险，就会增加一些这种风险。但我想最终这个问题，我不认为会达到很多人担心的什么破局的这种程度，因为无论是中方还是菲方，包括美国在内，他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摊牌，也更不想这个直接的冲突。我们知道，中美2国已经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管控危机、管控冲突。那么菲律宾南海问题也属于管控的对象之一。
您的意思是一方面有关方面他们想要管控这样的一种危机，但是一方面又想在这个危机当中搅局，来争取对自己最大的利益。是的，好，谢谢张教授提供的观点。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李显龙今天交棒黄循财，新加坡政坛迎来了第4代掌舵人，挖掘经济潜能，巩固东南亚龙头，力挺中立外交。黄循财时代的新加坡会有哪些变与不变？好，接下来这一节进入全球眼，我们来看新加坡。今天啊，新加坡政坛迎来了交棒时刻。在长达20年的执政之后，李显龙正式卸任新加坡总理，将领导权交给副总理黄循财，由此第4代领导团队正式执掌新加坡。5月13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向总统尚达曼提交辞呈，辞呈于今天正式生效。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接任总理，并在今天宣誓就职。李显龙在辞呈中写道，自己原本计划在70岁时卸任，但新冠疫情打乱了时间表。2022年4月，黄循财被指定为后任总理，一直为权力过渡做准备。上月中旬，黄循财在向全体民众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将全力以赴。I accept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humility and a deep sense of duty. I pledge to give my all in this undertaking. 在李显龙提交辞呈的同一天，黄循财应总统邀请开始组建政府，新内阁仅有小幅调整。其中，黄循财接任总理后继续掌管财政部，现任副总理王瑞杰及贸工部长严金勇任副总理，其他内阁部长职务不变。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历经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3任总理。现年72岁的李显龙于2004年8月起任新加坡总理，并连任至今。今晚8点，黄循财已经在新加坡总统府宣誓就任。就职仪式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对于这次的权力交接，新加坡当地媒体和民众又有怎样的期待？我们一起来看东方卫视海外报道员陈佩雪稍早前从现场发来的报道。因为是平稳的权力移交，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就是简约而庄重，平时得体也不失国格。新任总理的就职仪式在今晚8点举行。数百位嘉宾在总统府的原地参加了此次仪式。然后今天黄循财总理穿的是深色西装、白色衬衫，带着紫色的领带，非常的有精神。尚达曼总统首先发表了致辞，他表示今晚新加坡将开启新的历史篇章。他也代表新加坡感谢李显龙总理为国的毕生奉献，并表示对黄循财接任总理充满信心。然后在史迪威大法官的见证下，黄循财宣誓就职了。此次宣誓就职仪式上，新加坡副总理严金勇、王瑞杰以及国务资政李显龙、张志贤也宣布就职。对于此次的权力交接，新加坡的当地媒体和舆论反应还是比较正向和积极的。大家普遍认为，黄循财和他的4机领导团队将继续贯彻开放、协商和聆听的风格，广纳民意，博采众长，带领新加坡继续前进。好，有关这个话题，我们现在来连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干成。赵先生您好啊！这次的新加坡政权交接啊，也正值新加坡下一届国会选举之前，所以大家也非常关注啊，为什么李显龙要在大选之前交棒给黄循财？从这个时机来看，您觉得有什么看点吗？我觉得这个时机呢是比较好的，因为呢，一个呢您提到的一个大选，另外一个呢就是8月份呢是新加坡的国庆节。按照惯例呢，这个国庆节呢，一般呢总理呢就会是向民众致辞的。所以选在现在这个前几个月呢，就把这个新的总理推上台呢，是把它推到更前线，早一点推到更前线，让全世界都知道，同时让新加坡的民众呢更熟悉这位新总理呢，确实是比较有利的。另一方面呢，显然国会大选呢，对这个人民行动党执政党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选举，所以呢，由这个黄循财来接任这个总理呢，也就是希望他呢能够继续领导新加坡的执政党呢，能够继续取得一个稳固的执政地位。就像您刚才解读的这个交棒的时间也是有着多重的考量啊。稍后我们继续来对话。在新加坡的政治接班梯队当中呢，黄循财被看作是一匹黑马。他成长于草根阶层，技术官员出身。那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接班人？又有怎样的考验在等待着他和第4代领导团队呢？我们再来看报道。
黄循财现年51岁，1997年，他以经济师身份加入新加坡贸工部，之后在多个公共部门任职。2011年，时年38岁的黄循财首次当选新加坡国会议员，并历任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部长、国家发展部长和教育部长等职务。2021年1月，在新加坡抗击新冠疫情的危急时刻，黄循财出任疫情应对跨部门工作组的联席主席，频繁亮相公众视野，其对抗疫措施详细、耐心的解释，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在黄循财及同僚的有效指挥下，新加坡很快从清零平稳转向共存抗疫方针，这让黄循财声望持续看涨，成为第4代领导团队的核心人物。对黄循财来说，正式接棒后，等待他的是一连串考验。过去3任总理任内，新加坡通过吸引外资和建立出口驱动型经济，逐渐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富有的经济体之一。但舆论认为，随着新加坡经济日益成熟，不能再指望过去那样指数级的增长。此外，数据显示，新加坡去年的生活成本在全球位列第1。无论是经济增长放缓下的生活成本上涨，还是涉及移民政策的争议，以及年轻一代在社会公平、流动性和多元化方面的更多诉求，都是黄循财需攻克的难题。外交方面，随着地缘政治矛盾加剧，新加坡如何继续发挥其国际影响力，推动东盟团结，维护亚太稳定，加强地区中心地位，并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继续推动穿梭外交，也是黄循财面临的重大挑战。值得关注的是李显龙卸任之后呢，将以国务资政的身份留在内阁。这个新加坡长达20年的掌舵人将会继续支持新上任的领导班子。现年72岁的李显龙于上世纪80年代步入新加坡政坛，曾担任新加坡国防部第2部长、贸易与工业部长、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身为金融管理局局长的李显龙，以1500亿加币国家储备为新加坡银行体系提供存款担保。自此，投资者对新加坡信心倍增，有助于新加坡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亚洲金融中心之一。在李显龙出任总理的20年间，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资产管理规模增长了8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增长了2倍多，超过8万美元，在东南亚一骑绝尘。近年来，新加坡秉承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开始在国际舞台扮演重要角色。2015年，海峡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面；2018年，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历史性握手，以及1年1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都让新加坡站在聚光灯之下。卸任后，李显龙将以国务资政的身份留在内阁。此前，李光耀、吴作栋卸任总理后，都曾出任国务资政。新加坡再一次的平稳交班，新加坡学界对此的评价是：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在接受东方卫视记者专访的时候，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陈庆文就说，期待这个第4代掌舵人能够带领新加坡迎考一系列的挑战。 I think this handover, this leadership renewal and succession has been more than a decade in the making. And so I think, it is about time. Mr. Wong, is known to be a competent minister from the time he entered politics in 2011. And I think, that Mr. Wong has been able, to win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not just of his cabinet colleagues, but also of Singaporeans. Mr. Wong's economic challenge remains the same as his predecessors, and that is to keep the economy prosperous, thriving. And so in a global setting where trading arrangements have been disrupted, where countries have turned inwards or become more nationalistic, the challenges to Singapore become even greater. I think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for Mr. Wong, he has to continue to keep Singapore relevant to other economies, relevant to companies, relevant to investors, and that really is, the key economic challenge. Domestically, he will have to manage, the difficult issues, such as cost of living, concerns over job security, as well as immigration. This is an economy that is constantly in need of a variety of talent. Dealing with the very sensitive issue of immigration and foreign manpower in Singapore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e pressure will grow because of concerns over job security.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赵干成先生啊。我们先从4年前新加坡国会大选来开始说起啊。在那个大选当中呢，人民行动党虽然是赢下了大选，但是我们观察它的得票率是61.24%，比上届大选的时候是大概下跌了8个多点的百分点。所以舆论也在观察说，黄循财在短期里头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恐怕就在于要阐明一种容易理解的，同时也是包容进步的政治愿景啊，来赢得更多的支持。刚才您看我们在采访新加坡国内学者的时候，他也提供了他的观察，所以也想听一下您的观察。从内政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当前黄循财面临的最为紧迫的挑战或者任务有哪些？就黄循财呢，从这个李显龙先生那接下来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以及经济的规模等等呢，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在李显龙执政的20年期间呢，执政的这个政局呢是相当的稳定，同时呢，这个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运动呢也是汹涌蓬勃。那么在这个浪潮中呢，新加坡的经济呢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缔造了一个 GDP 呢，人均 GDP 达到8万美元，在亚洲呢是遥遥领先于所有其他国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接下来的这个摊子呢是非常好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它面临的内外环境呢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现在整个一个国际环境呢是日益全球化，这个呢和这个与之前新加坡取得的一些经济奇迹和这个飞跃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内部来看呢，就是说现在呢新加坡呢它的劳动力的短缺，所以呢它导致了大量的新的移民的进入。新加坡的人口一共就700多万，其中呢这个外来的移民的人口呢大约要占到180万左右。这个移民的数字呢越来越大。那么凭良心讲，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内的国民呢，他们的这个贫富的悬殊呢，应当说是不是太大的。但是随着移民群体的日益壮大呢，特别是这种低价的劳动力的引入呢，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呢会日益的凸现。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他要谨慎的处理。另外一个呢，就是人民行动党的长期的执政，您刚才也提到了，上一次选举呢已经出现了，就是说呢，反对党呢获得了相当多的议席。那么当然，人民行动党目前呢仍然拥有这个绝对的多数，但是在未来的发展的进程中呢，人民行动党呢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一系列的改革，带领这个国家、带领他的民众呢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呢？我想呢，民众呢是对他有期待的。如果这个期待不能实现的话呢，对他持续的执政呢也会提出非常严峻的挑战。对，好，谢谢赵先生提供的观点。一方面呢，民众有期待，但是如果期待不能够实现，它就变成了挑战。刚才我们从内政的角度来观察，接下来其实还要面临的就是整个外交的挑战。对，在外交领域，可能观众朋友更加关心的就是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在李显龙任内呢，新加坡是跟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么黄循财上任以后，能否延续李显龙的对华政策，这也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5月6日。黄循财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谈及中美关系、台海局势等话题。黄循财表示，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制裁和出口限制可能会导致经济领域技术分叉，不仅对新加坡造成伤害，也会伤害美国和全世界。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坚持一个中国是新加坡长期以来的立场，新加坡对待台湾问题会非常谨慎，绝不允许被利用来支持台独。黄循财还重申，新加坡不亲华也不亲美，只亲新加坡。他还强调，新加坡与美国是安全合作伙伴，但并非盟友。在担任副总理期间，黄循财也多次表态，新加坡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这也是李显龙执政期间处理中美关系的基调。据新加坡方面统计，李显龙任内曾14次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和新加坡2次升级双边关系，2015年升级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2023年又升级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去年，黄循财也曾2度访华，其中2023年12月，黄循财率领贸易、教育、交通、环境等各领域的11名高层官员来访，这也被视为黄循财首次以新加坡总理接班人的身份访华。期间，中新达成进一步升级自由贸易协定议定书、互免签证等超20项合作成果。
好，相关的问题我们再次连线赵干成先生。赵先生，刚才我们通过片子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个新加坡的新任的这个总理黄循财上台之前，就其实已经跟中国有过一些友好的互动了。但是分析也认为，黄循财上任以后，可能还会继续推动这种大国间的平衡外交。那么您估计在对华关系上，他和李显龙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吗？另外有一些分析也说，各个国家包括新加坡在中美间，如果想要游走的话，可能未来会越来越难。您觉得他会怎么应对？一方面呢，就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呢，它的外交政策的取向呢，一般来说不是由领导人来决定，就是说呢，它是由国家的利益所决定的。所以领导人的更替呢，我认为它不会改变这个小国的外交政策的总的取向。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外部的形势呢，对新加坡来讲呢是变化很快，特别是美国呢推出了它的印太战略以后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搅局的这个意味和这个卷入的程度呢，正在日益的加深。这个呢，我们从现在在南海发生的事情中呢，都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么新加坡呢，是中国在东盟地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新加坡呢，在很多诸多的问题上呢，和中国是有共识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新加坡为了维护它自己的利益呢，在一些重大的大国的博弈中呢，它采取的是一个平衡政策。这个是由李显龙先生呢，以及包括李光耀先生的时候呢，就已经奠定了的。好，而且呢，他们呢在东盟内部呢有一个不成形的说，不算是一个官方的说法吧。好的。但是呢，大致上呢，大概很多国家呢都认同，就所谓呢这个外安全呢是要靠美国，经济呢是要靠中国。好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嘛，就是说呢，这个政策的选项呢，也是这个新加坡的前任领导人所定下的。所以我估计呢，黄循财总理呢，未来呢也会继续循着这个路线走。好的，谢谢赵先生接受我们的连线，相关的政策应该还是会有一个延续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突发消息，外媒报道，斯洛伐克的总理菲佐当地时间15号遭到枪击受伤，被送到医院救治。据悉呢，袭击者已经被抓获。再来关注其他的资讯。昨天呢，欧盟理事会表决通过了移民和庇护法规的大规模改革方案，其中包括10项立法法案，是对现行欧盟庇护和移民制度的全面改革，内容涉及接收条件、庇护程序、庇护和移民管理等领域。此外，欧盟还将继续与第三国密切合作，解决非正常移民的根源问题。欧盟理事会表示，成员国将在未来2年内将这些法律付诸实施。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